王这么大了，还认手呢？戚薇抚摸着牧羊犬的头，开心地说：“没想到许鹤云没有把它扔掉，一直把小旺带在身边。”别闹了，小旺，再闹打你屁股了。许鹤云板着脸对小狗说：“这个小家伙只要碰到自己洗澡的时候，就要往卫生间里窜。看到主人生气了，小狗才灰溜溜地躲到一边，老实地蹲在了许伟华的脚边。4个人坐在一起聊了一会儿。”二老才知道许鹤云在斯里兰卡生病碰到戚薇的事。多亏遇着你了，阿威，我们真的认不得该咋个感谢你才好。老太太心有余悸地说：“她现在可不能不信缘分这东西了。”云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您用不上感谢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戚薇受之有愧，比起他过去对许鹤云的伤害，这一点小事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倒是许伟华格外安静，但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许鹤云和戚薇的范围。妈，晚上别做饭了，我们出去吃吧。这个夜晚完全变成了对戚薇的折磨，他怎么可能睡得着？摆弄手机游戏也罢，数绵羊也好，根本没有起到催眠作用。忽然，许鹤云从床上下来了，戚薇瞥见了他纤细的柳腰、微翘的臀部以及那双修长的美腿。许鹤云推开房门，向客厅另一边的卫生间走去，但是小旺却厚着脸皮跟了过来。小旺，出去，再跟着我可揍你了。许鹤云显然并不讨厌这只聪明的小狗，但却没办法忍耐它对自己的骚扰。但是小旺仍旧不肯放弃，硬要跟着主人挤进卫生间。出去！许鹤云低声呵斥，抬起手做出要打他的动作来，可还是没有吓住小旺，因为他知道许鹤云总是虚张声势，很少对自己动粗。从卫生间出来之后，小旺仍然跟在许鹤云的屁股后面，狡猾地蹭进了卧室。他的目的是占领床铺。许鹤云躺在被子里，还没沾着枕头呢，他就窜上了床。走开！许鹤云骂着，一脚把小旺踹了下去。可是他不厌其烦地再三挑战极限，直到许鹤云失去耐心，任凭他抢占地盘。终于胜利地躺到床上的小旺耀武扬威地趴在床边，垂着头望着睡在地板上的戚薇。他知道其实这个男人也是想和主人睡在一起的。小混球！戚薇对口型骂着那只得意洋洋的狗，他现在好想和他换个位置啊。但小旺的表演还没结束，他猛地钻进了许鹤云的被窝里，趴在他身上殷勤地舔许鹤云的脸。下去！许鹤云再也不能忍了，给了他脑袋一巴掌。小旺这才被吓住，老实地跳下了床，委屈地蹲在地板上呜呜着。再也憋不住的戚薇笑了起来，他这叫一个解气，想爬上许鹤云的床岂是那么容易的事？笑什么？这家伙还不是你送来的？许鹤云气恼地说道。真是什么人买什么狗。哎，怪就怪我不应该挑这么聪明的狗，你下次再对它严厉一点就好了。睡觉吧，我明天下午还要去公司呢。你疯了，身体没养好就要上班，我不答应。你们老板完全就是吸血鬼，要这样你还不如回上海跟我一起干呢。你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干嘛还要这么说？哎，你这个人老是学不会接受别人的好意，这种个性真是要命。若是许鹤云当初哪怕有一点点对自己的依赖，事情也不会发展到现在的地步。你的人情我不想欠。你听清楚了，不是你欠我的，是我欠你的，懂吗？戚薇几乎是在吼叫了，她叫唤完之后便倒在褥子上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是谁欠了谁，谁负了谁，早已说不清，我们又何必现在还来争论这个问题呢？都老大不小的人了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是谁欠了谁，谁负了谁，早已说不清。戚薇回想着这句歌词，还真是具有讽刺意味。当年他们为纯爱动画配唱的主题歌，如今却成了二人现实生活的写照，这恐怕就是命吧。2天后，戚薇回了上海，而许鹤云也逐渐地恢复了平常的生活状态。周日晚上，许鹤云的弟弟许子霖来到了北京，他是昆明师范大学的讲师，这次是特别过来参加学习班的。他们兄弟2人有6年没有见面了，一家人坐在客厅里聊到很晚。哥，你完全不像云南人了，我老婆啊得羡慕死你，她整天美白也比不上你半分。都是坐办公室弄成这样的，其实人的肤色还是健康一点好，太白了也不好看。